男人脱去上衣，露出满屏密密麻麻的纹身，但你绝对想不到，这些密集的图案竟是他所处监狱的结构平面图，也是他日后越狱的关键。男人名叫麦克，是个不折不扣的结构学天才工程师。但就在3天前，他持枪抢劫了一家银行。奇怪的是，当他拿到50万美刀后，并没有选择迅速撤离，而是故意等到警员赶到将其逮捕。法庭上的他面对审判长的指控，也放弃为自己做任何辩护。一旁的律师更是满脸疑惑：你根本就不缺钱花呀，怎么会放弃自己大好前途去抢银行呢？可一旁的麦克只有一点要求，把自己关在离家最近的那所监狱。这所监狱戒备极其森严，里面的狱警也个个凶狠暴躁。麦克刚来第1天就被上了一课。只见下面一名犯人突然遭到袭击，躺在地上血流不止，周围罪犯见到此状却在热闹起哄。上面的麦克震惊不已。Welcome to Disneyland, fish. 室友苏克雷向他介绍大致情况，这个是 DB 库珀，30年前劫机150万后成功空降，只要你钱给够，这个黑人瘦子能搞来任何你想要的。这里最严重的是种族歧视，黑人和白人向来不和，随时有可能爆发冲突。但让麦克真正感兴趣的却是另外一人，这家伙可是重刑犯，他叫林肯，枪杀了副总统的哥哥，1个月就要做电影升天了。话说你刚来为啥就对这号人这么感兴趣？ 'Cause he's my brother. 原来麦克此行目的就是要帮哥哥越狱，他始终坚信林肯没有杀人，而是有人在幕后陷害他。麦克第一步要设法靠近林肯，于是找到监狱里的黑老大约翰，他在这里地位很高，掏钱买通狱警，掌管这里的一个工厂，哥哥林肯就在里面干活。这个工厂一般人还进不去，麦克递给他一个纸盒，希望能沟通一下。约翰见他是新来的，根本没放眼里，于是就把他撵走了。这天狱警突然过来说，典狱长有事要找麦克。苏克雷提醒，在这里还没人能引起狱长的注意，他肯定看上你什么了。到地方后，狱长直言，我调查过你底细，听说你精通结构工程，我花几个月堆了一个太极灵模型，准备送给妻子表达爱意，可越往后堆越不牢固，总是会坍塌，希望你能指点一下。在这里巴结典狱长可是可遇不可求啊！没想到麦克却直接拒绝了。Son, it's better for me to owe you one in here than it is for you to owe me one. I can promise you that. 此时黑老大约翰接到消息，外边兄弟收到一张图片和一个纸盒，图片上的人正是目睹约翰杀人过程的证人。外面兄弟也一直想做掉这个人封口，但奈何一直找不到。他这时想到麦克那天给他的纸盒，这臭小子肯定知道证人在哪，于是就带人去找他拷问。麦克嘴硬就是不说，双方直接动手打了起来。狙击手连放2枪，这才安静下来。典狱长对此事很生气，要关麦克90天禁闭。麦克一听慌了，90天我哥早被电死了，不如我帮你看看太极灵。狱长一听立马来了兴趣。You want to buy one, Jim? Yes. Then we better get started. 搞定后，麦克来到医务室，他假装自己是糖尿病过来打胰岛素，其实是为了摸清附近情况，为越狱做准备。因为这里离围墙最近且防备最弱，同时还能和女护士打好关系。可几次3番打胰岛素让他的手开始止不住颤抖，于是他找到号称监狱药店的本杰明，让他帮自己买一种能抑制胰岛素的药。回去后他就收到了约翰的邀请，来到工厂里干活，也终于有了和哥哥沟通的机会。麦克直言，我来这里就是要带你出去的。林肯觉得逃出这个戒备1级的监狱基本不可能，可碰巧的是之前监狱翻修改造时，负责人正是麦克的同事，所以他很清楚这所监狱的建筑构造，并将监狱地图和计划全都纹在了上身。这个犯人上完厕所，突然发现监狱停水了，随即一大批狱警涌入牢房，开始对犯人紧急搜查违禁物品。因为这里一旦停水，他们就不能通过马桶冲掉一些违禁物。苏格雷清楚这是狱警常用的骚招，赶紧让麦克扔掉桌下的小刀，结果被赶来的狱警逮了个正着。警长贝利正要收拾麦克，典狱长此时赶来。由于上次麦克帮他完善了太极灵模型，狱长对他很是关照，就惩罚一旁的室友苏格雷替他去蹲禁闭。越狱第一步是要打通牢房管道，因此麦克需要一个螺栓。他入狱前就做过功课，螺栓的型号和材料必须是特定的。他观察摸索很久，才发现了一个合适的螺栓。于是他开始用硬币悄悄拆卸，不料一旁的 T-Bag 领着小情人向他走来。此人是个残忍的变态杀人狂，但他极具魅力的个性却让人既爱又恨。麦克的英俊外貌让他春心荡漾。你只要像他这样紧紧握着我的口袋，我保证以后在这里没人敢欺负你。Looks to me you already got a girlfriend. I got a whole nother pocket over here. 麦克见他色眯眯地看着自己，就果断拒绝了。T-Bag 很是生气，随后把他撵走了。下面的螺栓也只拧出了一半。T-Bag 告诉他，这里黑人和白人很快会有一场大战，没有我的保护，你会被黑人打得很惨。第2天，麦克再次来到这里，不料又被 T-Bag 逮了个正着。麦克只好把拧出的螺栓递给他。一旁的狱警见2人对峙，做出警告。T-Bag 顺势将螺栓递给了小弟。此时，黑人白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麦克偷偷潜入 T-Bag 牢房，想要拿回那颗螺栓，不料又被过来的2人迎面撞上。麦克脑子一转，随机应变。向来保持中立的麦克选择站在白人这边，这让上面的黑人本杰明很是恼火。这天，本杰明拿到抑制胰岛素的药，把麦克引诱到一个角落。几个黑人突然出现，摁住麦克，做出警告。Listen, my boy, your luck just ran out.
Chose the wrong side. 扔下一个空瓶后，几人扬长而去。到手的螺栓搞丢了，现在药也没了。麦克没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计划开始就这么不顺。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善茬。这天狱警列队检查，一个犯人不听指令向前一步，狱警察觉不对，赶紧呼叫援助。大战一触即发，黑人和白人用自己私藏的匕首厮打成一团，麦克也被黑人扔到楼下。此时 T-Bag 的小情人突然向麦克扑来，他觉得麦克的存在会撼动自己和老大的感情，于是拿着螺栓就要干掉麦克。可他那小身板怎会是麦克对手？麦克抢过他手里的螺栓，这时另外一个黑人突然出现，朝他心脏位置猛戳几下，最后倒在麦克怀中。好巧不巧，这一幕又恰好被一旁的 T-Bag 看见，见自己情人倒下，他愤怒不已。此时狱警及时赶到，扔下几颗烟雾弹，犯人纷纷快速躲进牢房。衣服沾满鲜血的麦克惊魂未定，一旁 T-Bag 又放出狠话。第二天，本杰明也误以为是麦克杀了那个人，就把那些药又归还给了麦克。麦克吃完药，再次来到医务室进行血糖检测。随着检测结果即将出来，麦克很是紧张，因为一旦结果正常，他就不能常来医务室。Seem nervous. I do. You're sweating. Must be the needles. Never really got used to them. Somehow with diabetes and that tattoo, I find that hard to believe. 180 milligrams per deciliter. You're definitely diabetic. 得知这个结果，麦克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一旁医生见麦克反应很是疑惑，麦克刚出来就被约翰等人管到一个仓库，他还是要问那个证人的下落。麦克此时当然不会告诉他，结果约翰直接让手下脱掉了他的鞋子，随即对准了他的2个脚趾。I'm gonna count to 3. 1, I give you that information. I'm a dead man. You know it. I know it. 2, Today, I'll give you one last chance.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只普通的纸鹤，但在麦克眼里，它是越狱的工具。麦克刚入狱就把一本杂志扔在牢房的下水道，然后假装自己是糖尿病来到医务室，趁不注意将纸鹤扔在医务室的下水道，纸鹤顺水漂流。麦克回去一看，这只纸鹤果然撞在了他先前扔的那本杂志上，这说明牢房的下水道和医务室的下水道是互通的，而且医务室戒备较弱且距离监狱围墙最近，所以麦克只需从牢房打通管道，顺着下水道来到医务室，再翻越围墙即可成功越狱。可说来简单，计划第一步就困难重重。由于麦克没有说出证人下落，黑老大约翰就派人剪掉了他2个脚趾。麦克被送往急救室，医生萨拉对他十分担心。What happened? This isn't nothing, Michael. I need you to tell me what happened. Don't make me lie to you. 在这种状态下说出这句话，萨拉便不再多问。随后他找到警长贝利说，特殊情况要进行上报，可向来针对麦克的警长却让他不要多管闲事。时间紧迫，麦克没时间休养。这时苏克雷紧闭结束也被放了出来。麦克第一步要在牢房内挖出一个通道，他不得不将此事告诉室友苏克雷，所以他要提前测验此人的可信度。于是麦克假装私藏了一部手机，故意让苏克雷看到，然后让哥哥林肯去警长那里揭发。很快贝利就找到苏克雷谈话。 You have to tell me where that cell phone is. cell phone. Don't play stupid with me. I'm giving you a chance to save your precious conjugal. You lie to me. They're gone and they're never coming back. 苏克雷这人确实靠谱，最后也没供出一个字。但不幸的是，他永远失去了和女友见面的机会。他很是气愤，去找麦克理论，才知道所谓的手机只是一块肥皂。麦克告诉他，我们准备越狱，希望你也能加入。可苏克雷怎会同意？人家再过1年就能顺利出狱了，为什么要加入你那冒险的计划 Are you crazy? You think I want to break out of here? 16 months from now, I'm not the king. I'm getting married, Poppy, and I'm sure as hell not doing it with no posse on my ass. Man, I ought to beat you 6 ways till Sunday. 为了不被连累，苏克雷申请了转移牢房，然后贝利故意给他调来了一个精神病区的新室友。麦克看他睿智的眼神就知道不是善茬。另一边的 T-Bag 因为小情人的死，一直想找机会做掉麦克，而约翰此时也急需找到证人的下落。自己曾经的小弟来给约翰施压，甚至带来他的孩子作为要挟。约翰拿出2根脚趾，表示这小子根本不服硬。随后他找到 T-Bag 商量，我知道你和他有仇，不如我们2个合伙做了他。T-Bag 一听正合我意，手下把麦克强行带到一个仓库。T-Bag 正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却被约翰迎面一肘子挥倒。他清楚麦克服软不服硬，决定换套方式跟他商量。 What happened in there was my way of saying, I know. I've been going about this whole thing the wrong way. I'm trying to make amends here. Bygones be bygones. You're a mercurial man, John. I prefer bold.
麦克说出了自己的需求：我们越狱后需要一架直升机迅速带我们撤离，以此逃脱警察的包围圈。而约翰在外恰巧有一个航空公司，这也是麦克一直吊着他的原因，既能干掉证人，又能早点出去。约翰便加入了麦克的越狱队伍，但问题出现了，麦克室友是个精神病，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一起越狱。麦克只能深夜趁他熟睡时才能开始工作，可干到一半，他隐约觉得背后有人，回头一看，室友正死死盯着他。大晚上属实有些瘆人。What's your problem? 原来此人神经受过损伤，根本不用睡觉。麦克一下犯难了，只能趁他不在时能挖一点是一点。可照这进度，不知要挖到什么时候。而哥哥林肯还有几周就要做电椅服刑了，麦克只能试探性地问他是否想过逃出这个地方，可他却直接拒绝了。他心里很清楚，就算自己出去，也是被关在精神病院，每天都是吃药打针，还不如这里自在。眼看拉拢不行，麦克只能想别的办法。这天医生过来让他吃药，他当面是十分配合。可当医生走后，他直接将藏在嘴里的2颗药丸吐了出来。看来他根本不傻。随后他又注意到了麦克上身的纹身，非要麦克脱下衣服让他看看。麦克当场拒绝了，可这却勾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每天像个跟屁虫一样尾随麦克，甚至在麦克洗澡时，也在背后偷偷研究他身上的图案。It's a pattern. What did you say? Your tattoo is a pattern. You're seeing things. 牢房是暂时挖不了了，但时间紧迫，麦克不敢闲着，只能先从医务室下手了。他找到约翰搞来一瓶化学除草剂，然后又偷摸来到储物间顺走了一瓶双氧水，回到牢房挤空2支牙膏，把2种试剂分开装在里面，然后来到医务室，趁不注意将2种试剂混合倒在下水道，2种试剂剧烈反应腐蚀下面的管道。他们越狱时就要通过这里来到医务室。这边的苏克雷发现最近给女友打电话总是不接，接了也是3言2语的糊弄。这天好不容易等到了监狱探监，但来的不是女友，而是自己的堂兄弟。从他口中才得知自己女友被他抢走了，甚至他还当面嘲讽苏克雷，这可把他气得直接飙出了母语。 I'm not the one who's in prison. See, I actually can do something for her. And she wanted me to stop by here and talk to you first, in case you got mad. ¡Hijo de tu madre, te voy a matar! ¡Así fue lo último que hagas! ¡Tú me estás escuchando, desgraciado! ¡Te voy a matar! 晚上他躺在床上看着和女友的照片，这再不出去女友就跟别人跑了呀。他心中悄悄打起了算盘。第2天他就慌忙找到麦克，我要和你一起越狱，你看我这双手就像挖掘机一样，其实我更像是穿山甲。麦克当然同意他加入，但眼下之急是这个精神病室友，他总是缠着麦克要看纹身，甚至晚上趁他睡觉时还要掀开他的衣服，可把麦克吓得不轻。这天麦克回到牢房，5、6张奇怪的图案正摊在他的床上，这家伙竟仅凭几眼就把麦克上身的图案绘制了出来，这些纹路一般人看都看不明白，麦克当时的纹身师都不知道这些图案是什么意思。天才和疯子果然一线之隔，麦克一下就慌了，这再不把他赶出去，计划就暴露了呀。于是麦克对着牢房铁门猛撞几下，并大声求助。狱警闻声赶来，看着麦克脸上的血迹，是谁都会认为是室友精神病诱发的，于是狱警强制把他带走了。前任苏克雷便回来和麦克再次相聚，成功加入麦克越狱队伍。2人趁深夜开始了秘密行动，麦克让他故意制造些声响，苏克雷便开始一展歌喉，虽然难以入耳，但歌声确实奏效。监狱里很快躁动起来，而麦克便趁乱踹开了那扇通向自由的大门，他欣喜地向外探出头，越狱计划终于有了进展。此人因为杀了副总统的兄弟，被当作重刑犯关进监狱，还有2周就要做电椅升天了。弟弟凭借对他多年的了解，始终不相信他会杀人，而他自己也说是被别人陷害。于是弟弟麦克故意抢劫银行进入监狱，为的就是带哥哥逃离此地。麦克大费力气，终于挖开了牢房管道，可当看到希望的曙光，意外又发生了。那股背后陷害哥哥的势力似乎察觉到了麦克意图，派出2名 FBI 探员找到典狱长，命令他立即调走麦克，并翻出一张照片作为威胁。原来狱长之前有过一段不为人知的恋情，照片上的孩子正是他的私生子，后来因为他意外身亡，但他现任妻子对这一切根本不了解。探员就拿此事威胁他调走麦克。狱长这下犯难了，马上要送给妻子的泰姬陵模型还没堆完，况且这次对面是比自己更高的势力。无奈之下，狱长找到麦克，让他今天就走。麦克立马就慌了，向他说出了事情。他说那个过2周就要做电椅的犯人其实是自己的亲哥，而他进来也是希望能和哥哥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祈求你不要把我转走。但狱长也是被逼无奈。 I'm not the one behind the transfer. You're up against much bigger fish than me. I'll arrange for you to say goodbye. You ship out tomorrow. 麦克趁午饭时间找到迪比库珀，问他有什么避免被调走的办法。这可问对人了，因为曾经监狱为了把他和猫咪分开多次下令，但都被他巧妙化解了。库珀对他说：“你只要向上写份申请，说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一旦上缴法院就必须审理，并且他光受理就要1个月时间。那时你也早就越狱成功了。”麦克回去递交了申请，既然也是正规流程，狱长便选择按兵不动。麦克再次为越狱争取了时间，于是他没日没夜地开始研究通道。室友苏克雷则帮他放哨打掩护，他看着身上的图案快速前行，很快到达了牢房顶部。越狱计划终于有了实质进展，可这边的苏克雷看着手里的秒表异常着急，马上就要点名了，却迟迟不见麦克回来。很快警长贝利就来到了麦克牢房。 Go field. Sucre.
Schofield.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We got a runner. 此时麦克却异常淡定地蹲在楼顶，仔细研究着下面的出警路线及顺序，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保证真正越狱后能迅速撤离。消息很快传出，监狱里乱成了一锅粥，狱长也很快接到消息。他突然想到麦克是不是一直在帮自己修模型，于是迅速赶往办公室。 How the hell did he? What's going on? You're in the warden's office after hours. I could kill you. And the paperwork wouldn't need much more than a day. Tell me, what were you doing in here? All right, deputy, that's enough. Work wasn't dry. You said to stay until it was. You were in here the whole time? Yes, sir. It's true, I never saw him leave. I must not have seen him behind the table. 麦克总算有惊无险地糊弄过了这一关，可下面狱长的话又让他绝望透顶。原来上次麦克提交申请后，2名 FBI 的探员直接来到了狱长家里，用他的风流韵事作为要挟，让他立马调走麦克。狱长向来关爱妻子，巨大施压下只能选择让麦克离开。 Get off me! Come on now. Henry, please, just a little time. Just give me the time. 这下彻底完了，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越狱计划也宣告结束。麦克脚步沉重地走向大门，跟所有人做最后告别。 Hey, fish bank! Where you going? With my brother standing by. With my brother standing by. Call my wife. Tell her to get the kids and get the hell out of the country. Said, brother, you know, it's a long road we've been walking on. Sorry. Brother, you know it is. 就在他要走出大门时，典狱长此时却赶来拦住了他。他终于想通了，与其一直瞒着妻子，不如对他说出实情，坦诚相待。感情最重要的就是互相信任，这样他以后也不用在这2人面前唯唯诺诺了。眼看此路不通，这股背后势力又想起了孬招。 Take the only thing Burroughs has left, time. After all, the chair isn't the only way to take a man's life in prison.